美国人曾经设想过一种威力非常巨大的太空武器，它被搭载在低轨道卫星平台上面，用于发射一枚重达9吨由钨、钛或者是铀金属构成的金属棒。这些高密度金属棒在卫星制导下，利用小型火箭助推和自由落体产生的巨大动能，以每小时4万公里的速度击中地面目标，并且在一瞬间抹除掉任何被瞄准的高价值目标。有传言说，美国人从2012年开始研究了这个设备，计划在2025年的时候开始部署。一旦部署完成，它将会成为全世界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威力不亚于核弹，可以说是一种干净的核武器。没错，它的名字就是上帝之杖。然后中国人一测试，你确定这玩意儿是上帝之杖，它不是上帝之杖吗？一般来说，美国人提出设想的东西其他国家只会跟着喊666，毕竟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甚至都不需要加上之一这2个字，毕竟美国人嘛，爱美丽卡嘛，那可是站在世界科技最前沿的科技大国呀。他们提出的科学设想，除了美国外，基本没有人有能力去验证。所以面对美国人天马行空的想象，那别人除了喊666，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是谁能想到，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世界科技巅峰将近30年的时间里，竟然会出现中国这样的一个天降猛男，真的能把美国人提出的各种想象变成现实。而作为全世界目前唯一一个能独立发射空间站，并且有实力跟美国的星链计划针锋相对，搞 GW 大星座计划的顶级航天大国，中国有能力验证美国的一系列太空科学想象，而这个上帝之杖就在中国的验证范围之内。于是我国科学家根据美国人的这个设想进行了测试，使用一个140公斤的长杆弹，以每秒4600米的速度撞击戈壁滩用这个速度主要是考虑到了载入大气层的阻力。在经过大气层之后，上帝之杖的落地速度和这个速度基本也就没什么区别了。然而最终实验结果怎么说呢？这个弹坑它甚至还不如一枚40公斤的药物榴弹炸出来的弹坑大。一枚140公斤的钨钛铀金属组成的这么一个高密度金属棒，它的价格都购买好几吨的药物榴弹炮弹药了被美国人吹得天上有地下无的超级动能武器，真正的效果就这。而且这还仅仅是造出来的价格，要是把这玩意儿拉到天上，如果按照当今航天数据1克载荷等于1克黄金来换的话，那花费的可就是半个小目标了你半个小目标换成炮弹，你能听1个星期的响都不带停的。而且这还是大气层内测试，不用考虑载入大气层后的阻力造成的结果。如果算上大气阻力，那实际威力还有可能不如这个。当然有人说了，上帝之杖本身的原理并不是真的造成直接杀伤，而是通过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砸穿地壳，然后引发浅源地震来破坏目标的。那好，我们看看这张示意图。各位看这砸的可是戈壁砸的不是混凝土地面最后砸出来的结果，弹坑半径4.7米，深度3.2米。不是你3.2米的弹坑还砸的戈壁滩，你就想用这玩意儿引发浅源地震？全世界最强的钻地弹也就是钻的最深的是美国的 GBU-57型钻地弹，它能钻到地下200米的深度。而一般人的钻的呢，那是混凝土防御工事。再钻混凝土防御工事的话，它最次也能钻进去60米。就这人都不敢说自己可以引发浅源地震你炸一个戈壁滩，结果弹坑3.2米。而且它炸的还不是混凝土防御工事，你敢说自己引发地震？这个牛吹的是不是大了那么一点点实际上中国这篇论文出来之后很多人的脑子也都转过弯来了。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个金属棒砸到地球上的能量是不可能超过把它运载上去的火箭总化学能减去这个过程中空气阻力的消耗。也就是说，你如果有这个能力把它送上天，那砸下来释放的能量也绝不可能比这个火箭原地爆炸产生的能量要大。最近几年呢，国际上的科研环境总体来说可以体现为美国的科幻电影负责想象，中国人负责实现比如说美国人曾吹牛自己有双脉冲发动机，中国造出来之后，美国人自个儿都傻了，我就是拿来忽悠人的，你是怎么真把这个技术变成现实的再比如这个上帝之杖美国科学家顺着科幻小说的说法就说这个科幻武器呢是真的，结果没想到中国人真的做了测试，而且测试结束一眼鉴定，直接用论文的方式杀死了过去20年里中国人对天基动能武器的讨论和幻想。
总有人说中国科技实力不行啊，没有创新。不过本虎的观点正相反，创新能力是要建立在才艺和实际研究能力上面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所谓的创新不过是空想和妄想。伴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啊，中国在航天飞船、攻坚战上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再比如，美国人现在都没有能实现长时间飞行的空天飞机，中国人也做到了在天上飞270多天才返回地球。这些东西可都是美国人在 PPT 里面做梦都想得到的效果，最终却在中国科学家手里实现。只能说现在中国科技太厉害了。